Now. Noah? Larry,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? Larry! Larry, you can't just... Oh. Larry! Oh, are you all right? How did... Larry! 昨晚黄金白银集体大跳水，还金吗？还赢吗？兄弟们，怎么又安静了？遇到难回答的问题又不说话。昨晚比特币直接自由落体，一路掉到了8万美金附近。不只是 BTC， 其他山寨币也惨遭大跳水。以太坊一口气跌破2700，BNB 跌破850，甚至连最近表现相对强韧的索拉纳都跌穿了120。今天这期影片深度解析大盘盘下的真相，以及在这种恶劣环境下，我们应该如何守住自己的荷包，哪些技术点位是我们的最后防线。目前比特币的价格支撑在82000附近，但 K 线的表示仍然有下跌的迹象。跌到这里的话，你认为是一个止跌点吗？还是说只是瀑布前的中场休息？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的周线图，这是比较担心的部分。虽然比特币现在还在8万关口上方挣扎，但我要告诉你的是，这里的风险已经极度爆表了。从艾略特波浪理论的角度来看，我们很可能已经进入到经典3浪下跌结构当中的 C 浪。大家知道 C 浪什么意思吗？在波浪理论当中， C 浪通常是最具杀伤力、最不讲道理的一波下跌。如果 A 浪是预警， B 浪是诱多，那么 C 浪就是真正的屠杀。一旦比特币有效跌破8万美金这个整数大关，我们就极有可能迎来比昨天晚上更加猛烈、更加绝望的投降式抛售。我们在上一期交易视频当中呢，也给大家提到过一个观点啊，那就是 CME 缺口的问题。我们在那期视频当中明确说明啊，不是说每次缺口它都一定会去补这个缺口，但是呢，这种概率发生是比较大的，可能占90%以上。那不出所料，它这里的缺口很可能是要下探到8万整数附近的关口位置，一定要密切盯着这个位置。反观比特币 USD 币本位，之前在这边反弹的时候呢，资金费率依然是非常高的，那更加让我觉得在这个方向上去选择做多是不太明智的行为，而且这个利润空间呢也确实比较单薄，反弹了那么一点，然后就继续下跌。那目前这个币本位的资金费率呢，看起来也并没有马上要见底的感觉。但是罕见的变成了负资金费率啊，那这个指标出来呢，一般暗示着可能会有趋势方向，或者是近期呢有调整的机会。那大家还是以观望为主。回归到 K 线上来说，如果近期短线有反弹修正，大家还是不要盲目乐观，因为原本的支撑位84000到86000这个区间范围之内已经变成了天花板，也就是强大的阻力位。价格涨到这里的话就会碰壁，如果涨不上去，短期仍然是下跌状态。那下方的唯一救命稻草就是我们刚刚说 CME 缺口在8万整数的附近啊，那一旦跌破这边就是一个有效指标，那么趋势就开始逐渐明朗。同样，我们建立在 Telegram 群组当中的 AI 策略机器人给出来的策略也是比较中肯啊，就是说因为现在价格波动相对来说比较平缓，那么低波动会意味着动能的积累，也可能表示着就是随时选择方向来进行突破。那这个属于暴风雨前的宁静啊，那大家就还是以观望为主。讲到这里，使用我们视频下方交易所注册链接进行注册，永久享受到最高手续费减免，还有众多新人福利。注册并完成 KYC 之后呢，不要忘记加入我们的加密阿尔法币安群组，我们会在群组当中不定期发红包，进入群组也可以享受 AI 策略机器人服务。这是我们基于 DeepSeek V3 设计的专业加密货币策略 AI， 目前已经有超多用户使用该策略达到盈利。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在币安广场的账号，同样如果自己在玩币安广场，多进行积极的发帖和互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币安广场内置的一些空投活动，通过简单的参与，比如说转发帖子、关注，然后以及是发内容和文章，都可以得到相对应的积分。那这些积分的话，都是他给到奖励的凭证。在做这些任务的时候呢，也不要忘记我们阿尔法指标平台每日签到和观看视频，这些积分的话都是空投简要的唯一要素。我们正在积极推动空投计划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讲完了技术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基本面的信息啊。在3个小时之前，特朗普提名凯文沃什出任新的美联储主席，那就意味着之前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要下台了。那这个消息对于我们来说是好还是坏呢？我先说一下凯文沃什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他在美联储任职期间的话是主张鹰派的。那什么是鹰派呢？鹰派就是加息的货币政策立场。那你乍一听加息和我们现在一直要倡导的降息好像是相反的，那就意味着凯文沃什去出任美联储主席呢，对我们币圈来说或者是其他行业来说都是一个致命性的打击。
但是呢，近几年啊，它是为了支持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以及是降息的立场，是有慢慢在转向鸽派理论的，鸽派的货币政策。那对于这种其实我们也觉得他是一个摇摆不定的人了，所以我们还是以看市场为主。那么昨晚比特币崩盘的原因又是什么？搞清楚崩盘原因，你才能在下一次风暴来临之前嗅到危险的味道。那第一个的话就是黄金老大哥的背刺与流动性的黑洞，这是我觉得比较讽刺的地方，因为大家一直把比特币当作数位黄金，觉得两者的话应该都有相同的避险功能。但事实告诉我们，每一次市场波动，比特币都会成为第一受灾区哦。那昨晚黄金在触及顶峰后，短短30分钟之内暴跌了400美元。这是黄金市场，不是什么垃圾小币。这种波动在传统金融当中是比较末日级别的。那当黄金这种等级的资产出现闪崩，它会引发一个非常恐怖的现象，叫做流动性传染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大家想象一下，那些操作几十亿美金的对冲基金，他们手里通常都是做多黄金，同时也配置一定的比特币。当黄金闪崩400美元的时候呢，这些基金杠杆的账户会立刻触发追加保证金的通知。这个时候，经纪人手头没有那么多现金，怎么办？他们只能卖掉手中值钱的东西，那么比特币就是值钱的倒霉资产之一。于是为了救黄金的仓位，大机构就开始抛售比特币，这就是为什么黄金一跌，比特币就跟着雪崩的根本原因。这不是因为比特币不好，而是因为它成了大机构的紧急提款机。那么很多观众会在这里产生疑问，那黄金为什么又会崩呢？我们回到核心原因是因为资金对现在的法币失去了信任。为什么会这样说呢？因为现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全部都是负债累累的大债主，他们借钱的速度远远超过他们赚钱的速度。我们先看美国好了，债务已经滚到38兆美金，每年的话还要再亏到2兆美金，这笔账的话怎么算都还不起。现在基本上就是靠着借新还旧，然后吊着最后一口气。如果这放在我们一般人身上，信用早就爆掉了，因为银行不可能再过度借给你钱的。中国也有超过18兆美元的债，规模也不小，而且速度的话仍然在往上走。至于日本的话就更夸张，他欠下的债是自己1年产值的2倍多，根本还不起。那既然大家的欠的债都很难还清，最后要怎么收场呢？大家自救的方式都选择的差不多，就是把利率死死的压在很低的地方，只要利息够低，政府就可以一直借新还旧，慢慢拖时间，然后再疯狂印钱，让货币贬值。通过通胀，然后把债务给稀释掉。表面上我还你了100块，没错，100块以前可以吃一顿像样的牛排，但是现在就只剩下一个便当。所以你看，现在像中国、日本、印度、巴西这些大玩家，他们也不傻，他们都把资产往黄金里搬，这不是短期炒作，而是结构性的资产调整。因为他们很清楚，法币这一张欠条购买力正在被长期稀释。普通人的话怎么办？顺势而为，不要把所有的安全感都压在现金上。在每一轮大的流动性周期里，剧本其实都差不多。当市场开始担心货币信用出问题的时候，国家级资金会先往黄金这种硬资产里避风头，因为它共识强、体量大，适合大钱先躲。但比特币不一样，它不是第一时间的避风港，而是对流动性最敏感的高弹性资产。等市场从保命模式慢慢稳下来时，资金才开始追求新报酬，它才会进入到这个加密货币的市场。那为什么现在市场会提前开始布局这种剧本呢？因为政策环境正在面临压力，所以这就会造成一种现象，雪崩之前的任何一片雪都不是无辜的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，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，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。